OK， 观众朋友们，今天就要介绍这个美金最新推出的 T500 Smart Trainer。其实早期我已经都是使用这美金的 Smart Trainer OK， 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这个就是 T300 Smart Trainer。这一次感谢美金送过来他们的这个美金 T500 Smart Trainer。首先开箱里面会有 Trainer， 然后搭配他们的 cassette。 然后还有电线，然后还有 floor mat， 然后还有前轮 holder， 然后这里还有给不同脚车的 adapter， 比如说 rim brake 的 adapter、display adapter， 然后还有 quick release 的 through axle， 然后还有一本说明书。话不多说，现在马上安装摆置好这个 smart trainer。Let's do it！ 哎呀！OK， 观众朋友们，首先第一样东西要放好它的 floor mat，OK， 选一个地方。 适合摆 trainer 的地方，而且它乖地，我很好好像那种yoga mat这样子，所以我把它铺在地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角登场 ，OK？T500 Smart Trainer。接下来这一步呢，就是要开它两个 supporting 的脚了，按住它，然后打开它，两边都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另外一步呢，就是确定好里面的脚车是 rim brake 还是 disc brake。OK， 如果你是 disc brake 的话呢，你可以用他们送的那个吸把拿锁上这个 disc brake 脚车 through axle 的 adapter。然后另外一边呢，后边呢有一个是 for through axle 142mm还是148mm的。那么我需要148还是142呢？很简单，只需要拿尺量后面这里。看来我的 Gusto 脚车是142mm，那么 adapter 的142mm呢就放在外面，然后再放脚车上去就搞定了啦。如果你是那个rim brake 脚车的话， 同样的，你把这个 through axle 的 adapter 拆掉，然后锁上 rim brake 的 quick release adapter， 锁进去里面，用 Allen key 转紧它。另外一 side 呢，就换 rim brake 的 adapter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放 quick release 的那个东西了。OK， 这边另外讲的就是美金附送 cassette， 但是它这 cassette 很特别的它这 cassette 是美金自己原厂制作出来的 ，OK，www.mekin.cn，OK。而这 cassette 也是很特别的它是1132 12 speed 的，Shimano 是没有1132 ，Shimano 只有1130 1134，而我脚车后面这 Gusto 是1134问题来了，我的 RD 已经 set 了就1134，翻过来这边1132，到底可不可以用呢？其实是可以用的 ，OK，1132 跟1134，它最下面那5个牙其实是一样的，11T、12T、13T。14T、15T， 所以下面这边5个牙呢，我是可以用的。那么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去换我那边 cassette， 我也没有换那边 cassette， 所以我暂时只可以现在这样子用下面5个牙了。那 trainer 其实你也很少需要用到全部牙了，因为它有 ERG mode 等下我们再解释 ，OK？ 当然，如果你自己想要换掉这 cassette， 换去Shimano cassette 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可能需要自己买啦，也有可能到时候这个美金来马来西亚卖的时候呢。 它不是配搭美金的 cassette， 可能是配搭Shimano cassette， 也说不定。OK， 到时候再看这边马来西亚代理是怎样处理这个东西的。OK， 暂时我是第一个收到这个 trainer， 所以他们是配搭给我这个1132的 cassette， 蛮特别的。OK， 接下来我们就插电，然后就安装脚车，就可以开始骑车了。接下来就把 through axle 锁进去。OK， 锁紧哈。 然后放前轮给它固定好，然后 power plug， 然后开电就搞定了啦 ，OK。那么插电之后，我们需要 activate 这个 T500的 Smart Trainer。首先下载手机 App，Mekin Utility， 然后采集脚，让 App detect a trainer， 然后 connect T500 Trainer， 按 activate， 正式可以使用 T500 Smart Trainer。首先呢，Mekin他们有自己推出自己的那个 Smart Training Apps， 叫做 One Left。如果你买这个trainer 的话，他们会附送你6个月 free 的 membership，OK， 你可以玩6个月免费的。但是因为我的很早就过期了，所以呢，我现在通常是用呢叫做 MyWhoosh，OK，all free 免费的早期我是用 Zwift， 但是现在我是用 MyWhoosh。OK， 首先来 MyWhoosh， 现在就来按这个 Ride， 选 Power Source，OK， 看到有 T500了，我们就按 Pairing。 你就可以看到 cadence 还有这种东西那么 cadence 呢 T500 里面就有 auto detect cadence，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这里看到有60 RPM，
61 RPM， 这是 cadence 72啊，150W，OK， 它的 cadence 蛮准的。那我现在我只要注意我的牙不要调太高，因为我只可以用后面的5个牙，所以蛮小声的这个 trainer 声音。那我发现这个 trainer 的声音哦是很小的 ，OK。T300已经很小声，这个更小声，反而是我觉得我的练的声音还大声过它那个 machine 的声音，因为我练可能是旧了啦 ，OK， 有点松啊，我练有点超，反正是这样子讲。要是你调整到全部练美美的话，case美美的话哦，我觉得那个声音更小 ，OK。现在144瓦，我好，来了236瓦，哇，这个ERG mode 的那个 tension 很顺一下。那么所谓的 ERG mode 呢，就是它 based on 里面给的瓦数来做调整那个紧度、那个阻力。所以哦，你基本上你选随便一个牙 fix 住，你就可以骑完整个 trainer 了，你不需要换牙，换去那个中牙去踩出那个300瓦样子，不用了。然后现在降回去144瓦 ，OK， 准备5、4、3、2、1，144瓦。这就是 ERG mode 的好处 ，OK， 一个牙一个盘的，做完全部肯定了。现在可以是80多，其实我最好是 end 到90和85以上的可以真的使用。现在反而是练的声音还超过我那个 trainer 的录的声音。OK， 换上面一点，你换牙的话，它ERG mode又会追回去你那个246瓦了 ，OK。现在的练在中间一点，那个声音比较吵。接下来就测试它的 power 的精准度，然后我也有拿这个 T500 的 power 跟我这个 Megan 的Spider power 做下对比，我发觉到他们的 power 都是蛮接近啦，相差2-3瓦罢了 ，OK。Smart Trainer 出来的 power 呢会比较顺一点，因为我放的是什么3秒3 second 的东西的一个叫做，而我这 Spider power meter 呢，它是跑2边赛的，所以比较敏感一点，所以感觉到它 power 会有点像针这样子上下。反正这个 T500 的 power 呢是很顺畅的，但是拉上补下呢，他们的 power 都相差1、2、3吧，所以对我来讲没什么不同啦 ，OK， 差不多一样子。总结来讲 ，power 呢那边是没有问题的 ，OK，70多 cadence 差不多 ，cadence 算蛮准下 cadence。那天我试过把我这个 cadence 跟我的 power meter cadence 比，真的是差不多一模一样，不会跑太多。那么我也有试看。在买屋上面骑它的 free map， 就是说骑它那边里面的地图路线，根据它路线的上坡还有下坡度来测试一下这个 trainer 的阻力。现在我是玩路感 ，OK， 现在上坡3.9、3.6% 爬坡，哇，好久没有骑 trainer 了，感觉到吃力了 ，OK， 会蛮稳一下，不摇去。当然，你 trainer offset 也是要有技术啦 ，OK， 并不是死命啊！哇 ，offset 这样死命粉个车，不用了，它不可以了。OK， 现在下坡，听说有一个叫做 downhill assistant，which means 它模拟那个真实的 downhill， 所以它后面那个铁轮哦一直跑了，它还是一直会转的，因为下坡嘛，下坡松脚就松脚哦，还是落下了 ，OK， 你看它不会停的 ，OK。以往的我这 T300哦，它都不可以去到这样 free view， 因为它还是有最小的 system 的。但是这个最新的这个 T500模拟到downhill很好，可以 free view 啊，因为我才70多瓦吧，现在才。那么我骑呢，上坡下坡的阻力都蛮接近现实的 ，OK。那每跟这个 T500这样讲，他们可以 maximum gradient 是20% 的 simulation， 也就是说模拟外面斜坡20度，很够了 ，OK。然后 maximum power output 是2200瓦 ，OK， 你 sprint 到爆应该都很难达到2200瓦，除非你是 pro 啦要是说像我这样子啊，永远都去不到2200瓦的，我不懂你讲 smash 啊，因为基本上你要到1000多瓦，你要站起来 sprint 哦，你知道在 trainer 上面 sprint 啊是多么恐怖的事情，我是怕我弄伤我脚车，还有弄伤这边这些地方 ，OK， 所以呀，我很少在 trainer 上面 sprint 的。它这个 Smart Trainer 的重量差不多有16.47 kg，OK， 官方的写啦，但是我多起来差不多啦 ，OK， 10多 kg 就很重了，很稳。还有 Self Power， 它自己可以跑颠的哦
self power 什麼意思啊？喂？喂？做咩我會插錯窿咁嘅喂？喂？發現我插錯，what the f is that man？ 我剛才一路來原來是放錯，我不插 power plug， 我插到那個螺絲洞，然後我有踩圈呢，還可以跑哦。原來它所謂的 self power mode 呢，就是說你拔掉 cable 哦，就是沒有電的話哦，你這樣踩哦，它還是有 power 的嘛，因為你還是可以 connect 住那個 training apps 的 ，which is 自動發電哦。所以要是偶爾要是停電的話哦，你還可以繼續跑哦。我們直接拔電線出來先 ，OK？ 停電了 ，OK？ 停電了，看這還可以騎啊。但是應該是可以的。OK， 你看啊，我一踏的時候啊，它下面就是出亮燈了 ，which mean 它generate power， 然後那個 App 裡面自動跑了 ，OK？Amazing man， 完全不用怕斷電 ，OK？ 它自己 generate power。它是不是一路這樣子可以大漢到完全不需要 power？ 我就不確定了哈。感覺是可以哦。OK， 原來是這樣子 ，OK。有插到電呢，有開電呢，它才是這樣子的啊。下面有 LED light， 有什麼東西？我不懂外面市面上有多少個可以這樣子 self power 的 smart trainer 呢？目前我不知道。把這個 Magin T500有哦。我很久沒有試過兩個腳這麼 focus 在踩 pedaling 了 ，OK。因為外面哦，可能有很多外在因素導致你可能會鬆腳，比如說紅綠燈，或者有點下坡好少，你就會鬆腳。但是 trainer 哦，如果是玩 training 的話，你是沒有機會鬆腳的 ，OK？ 來總結一下啦 ，trainer 其實對我們車手來講呢，訓練是很有幫助的，很有效訓練的 ，OK？ 而我當初呢，也是靠 trainer 來增強我的體能的，比如說 MCO 的時候，我從240多瓦去到260多瓦 FTP 哦，增加20瓦 FTP 的時候，就是全靠 trainer 了。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我以前的 video 啊，那時候呢還在使用着 T300 trainer， 希望使用 T500 的話可以增強多一點點 FTP 啦。那麼如何達到有效 training 呢？你們可以在這個那種 training apps 裡面呢選它 program， 比如說做一些 SST 啊 View2 Max program 啊，其實有這些 program 呢，你就可以很專注的、很有效訓練。到時候呢，你練出來呢，你至少去外面跟團騎的時候沒這樣辛苦，可以去跟車。那麼如果你講要做到去比賽 level 的話呢，可能你就要找那些專業的那種 coach 來教你怎樣做 training 啊 ，OK？ 不過反正現在很多 coach 都是使用 trainer customize 這個 training program 給我們那種車手的，所以就是很有效的 training 方式哦。總結來講啊，這個整體 T500 trainer 我是覺得非常好用，不錯用 ，OK？ 它很 solid 啊，很有質感啊。聲音又小啦 ，OK， 然後很多 features 都很先進，這樣，比如說有 self power， 這個哇 amazing man， 我還不知道的，剛剛才發現吧。它的 connection 也是蠻快，很準一下，裡面又有配搭 auto cadence， 然後最後來公布一下它的價錢 ，OK， 馬來西亞售賣價錢是3150塊，可以說是性價比非常高的 trainer， 還有送 cassette 呢，哈，哇，多麼好。所以如果你們要了解更多關於這個Magin T500 Smart Trainer 的話，可以到下面description看看下啊。我們下個 video 再見，拜拜。